人在都市，假如你有无穷的死尸手下，你会怎么做？你们真的是我的手下？没错，主人。秦阳连忙示意两人不必如此。虽然两个壮汉肯定的答复，但刚刚那种超越自然的力量，还是让秦阳感到不可置信。事情起因是秦阳躺在床上玩手机，突然出现一条广告，于是就点进去。下一秒，秦阳耳边突然传来一声“无线死士系统已绑定，今日死士手下已到位”，眼前就蹦出这两个大汉，差点将秦阳吓晕过去。接着便有了刚才那一幕。平庸了20多年，居然也有被童子哥眷顾的一天，这可是系统爱网文小说男主的标配。系统，你在吗？不过秦阳还有一个疑问，系统给予的死士有没有东大国的身份证明？要是没有，那就有点不好弄了。于是秦阳连忙咨询系统，但系统有些高冷，没给回应，只得问铁牛和悍马两人。铁牛和悍马两人闻言，连忙从口袋掏出身份证。秦阳拿过后看了看，这才松口气，不然让他一个小屁民怎么解决身份问题，他还真没这个能耐。对于突然降临的死士系统，秦阳只想利用系统赚多多的钱，并没有什么不该有的想法。第二天早上5点，秦阳就醒了过来，因为他床下又多了2个死士。秦阳也不禁有些头疼，系统一天发2个，若是不赚钱，都能被吃破产了。打开手机，看着昨晚熬夜发的信息，终于有了回信。秦阳脸上终于有了笑容。小新，你说你有扛镂工，我这边这2个都是大活，每单都在大几千，都是急活，你确定你的人能干完？要不我再找一队，要是耽搁时间，我不好交代。谢哥，你放心吧，我这几个工人都是干活的老手，不会让你难做的。要是出什么岔子，我包赔。行，你带人直接过去就行。不过我丑话说在前面，2天就得干完，干不完1天扣1000，你还是和别人合干吧，这样稳妥些。没事，谢哥，我先干着，如果时间不够，我再找人。但说好，活干完钱可不能差，不然我也不好交代。都是我亲戚，我马上就带人过去。很快，秦阳就到了干活的地方，业主已经在等着了。这次的活是向18楼扛装修材料，一共180件。秦阳了解后，怪不得介绍人说这活钱不少，18楼还不让用电梯，扛一袋水泥都要累个半死。这要是秦阳自己，打死他都不敢。活虽然有点坑，好在价格很好，180件就是1万多，这让秦阳激动不已，日入过万不是梦啊。随即，秦阳带着死士开始，这一搞可不得了，这些材料有重有轻，最轻的瓷砖一件都大几十斤。然而铁牛等上去一人就是6件，背着就跑，看得一旁的业主都是一愣一愣。兄弟，你这群工人牛掰啊！这一件瓷砖70斤，6件就是400多斤，扛起来还能跑。我今天真是长见识了。哥，我这伙工人都是专业的，你放心，我们保准准时完工。其实若不是瓷砖面积较大，死士们不好背，就是10件对他们来说也不算什么大问题。真当10倍的身体素质是开玩笑的。就在2人说话间，业主带着不可置信的目光看向楼道，只见铁牛等人居然已经跑完了第1趟。哎，你们不会跑错楼层了吧？我家可是18楼，你们扛着400多斤，这才2-3分钟就跑了1趟。没错啊，是18楼，里面还有师傅在干活呢。业主还是不信，一副见了鬼的表情。就这样，不到2个小时的时间，铁牛等人便在业主从震惊的将180件材料全部拉上去。活干完，业主直接转了账，连废话都没有。实在是这帮死士太牲口了，把人家吓到了。看着赚来的11300多，秦阳自是喜笑颜开，他还是第一次单天赚了这么多钱，一个字爽。中午，为了犒劳死士们，秦阳直接带几人去吃了每人78的大碗头自助。12点多，秦阳等人在老板优越的眼神中，这才明白这次绝对给老板上了一课。下午，另一单活继续，这次是一个商场顶部维修，需要向7楼扛2千袋水泥，单价7块，总价14000。死士们依旧给力，一下午2000包水泥全部搬了上去。丁，收款6千元。老板，不对吧？2000包水泥，你这直接少给了一半。小老弟，我看你们这活干得这么快，你这几个兄弟也没累什么呀？6000不少了，快回去吧。听到这话，秦阳顿时脸色黑了下来，这狗屁明显要累。秦阳初出社会，虽然了解社会的险恶，但这种被欺负的事，他还是第一次遇到。赵总，你要说拿点茶水费，兄弟我也就不说什么了，但这扣了一半，是不是不太合适？姓赵的管理轻蔑的笑了笑，接着转头就要走。秦阳哪里肯，随即就拦住了对方。赵总，做人留一线，日后好相见，你别为难我，钱差的太多了，我没法和底下的兄弟交代。要不这样，你留1000当个茶水费，剩下的给我。我说你有完没完？就这么多，有能耐你使去。姓赵的，我特么是不是给你脸了？今天你不把钱给了，我还告诉你，你走不了。嘿，你个毛刚长齐的玩意儿，怎么想跟我来硬的？告诉你，找错人了。恨不得有系统还能被欺负了。一会儿把这沙比的4肢打断。接着就见铁牛大步上前，直接一脚踹在了赵姓管理的肚子上，将其蹬出去3-4米远。对方身后的保安一愣，没想到秦阳等人说动手就动手。给我干他们，出了事我负责。保安们闻言顿时要上前，但悍马几人的动作更快，3个死士拦住6-7个保安。
随手一拳都不是对方能挡住的。而铁牛则是来到赵姓管理身前，也不废话，大掌上前就过，只听嘎巴嘎巴几声，接着就是赵姓管理声嘶力竭的惨叫。短短不到半分钟，悍马几人几经将保安解决，铁牛也废了赵姓管理。真拿自己当大爷了，谁也不敢动你是不？老子今天就必须打掉你这股气焰！说吧，钱你给不给？赵姓管理此时哪还有刚刚嚣张的模样，疯狂点着头。秦阳拿出对方手机，输入转账数字，然后让其刷脸支付。对了，你可以选择爆钩，我无所谓的，伤你的只是我一个兄弟，他进去了，我们还没进去，你懂的。他若是进去了，遭殃的就不止你一个了。秦阳说完，带着铁牛等人就离开了。果然，直到秦阳等人吃完晚饭，帽子叔叔也没找上门。从这一刻开始，秦阳终于体会到了这个社会的弱肉强食。今天若是没有秦阳处事的狠辣，怕是对方不会善罢甘休。这种人，也就是典型的欺软怕硬。正所谓好事不出门，坏事传千里。经过口口相传，最终这是演变成赵姓管理踢到铁板，还说秦阳背景深厚，团啥的都有，让秦阳突然就在 H 市的道上有了些许名气。这也是秦阳没有想到的。第二天一早，秦阳醒来和昨个一样，卧室又多出2条壮汉。当务之急，秦阳迫切需要一个地方，不然随着手下越来越多，他这间小出租房可装不下。喂，谢哥。哎，秦哥可不能这么叫，我也是有眼不识真佛，以前有些头大了，你以后叫我名字就成。咋了，谢哥？就过去一天，你和我客气什么？我还指着你给我找活呢。呵呵，秦哥，昨天顶峰商场那个姓赵的主管，真是你带人废掉的。主要是对方欺人太甚。哎，没想到真是秦哥你们干的。我们苦着狗逼很久了，仗着自己那个有些实力的哥哥，就没有他不敢卡的钱。没想到会被秦哥你们收拾了一顿，真是大快人心。不过我觉得对方绝对不会这么算了。怪不得对方没爆钩，可能想用别的方法找回场子，还真得加点小心。叫下了嚣张赵主管后，面对其兄赵健的报复，凭借死士们的强大能力成功反击，最终让赵健付出代价。一间特护病房内，赵东正声泪俱下的对着一个一脸威严的男子控诉着自己所受的委屈。妈的，为了6000块，你他妈搞成这样，你不嫌丢人，我还嫌丢人呢。哥，我也没想到对面真敢下手啊，还出手这么毒辣。算了，查清对方是什么人了没？后面有没有什么背景？没，我4肢骨折进医院就开始手术，打了麻醉。你来之前我才醒。废物，叫您去查查对方是什么人。敢动我赵健弟弟的，不是生瓜蛋子就是老手。背景要查清，若是踢到了铁板，我就认了；但若不是，呵呵，我赵健的弟弟不是那么好动的。好的，赵总，我现在就去。这5天，秦阳带着死士们不断穿梭于 H 市的各处小区。随着死士的不断增加，秦阳手中的钱也在不断上涨。一处公寓，秦阳带着4个死士干完了下午这单，刚刚结完账。随即，秦阳点开了系统界面，丁，恭喜宿主等级提升。看到系统升级，秦阳还是挺高兴的。不枉他这几天带着死士们疯狂干活，有付出总会有回报。秦阳返回家中休息，仰在床上开始刷手机。这一刷，很快时间就来到了凌晨12点。时间一到，秦阳的小屋内便突兀的出现了几名死士。接着，秦阳将目光看向今天出的2级死士，精通级厨艺，也不知道做的饭咋样。秦阳一觉睡到大天亮，让铁牛带队继续干谢宇找来的单子，而他则是打算先试试宋武的手艺。宋武进入厨房后就进入了状态，可以说是煎炒烹炸样样精通，看得出基本功是扎实。小厨房内也不断的向外散发着的香味。不多时，几道菜肴就被摆在了秦阳面前。秦阳拿起筷子，细细品尝一口。这是啥呀？这也太好吃了啊！哎呦我真的这辈子都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。这么好的厨艺，居然只能评为精通级，那后面的大师级、宗师级还有神级又该是啥样？就在秦阳忙着规划时，金沙夜总会一间金碧辉煌的包厢中，赵健正大马金刀的坐在包厢中央，听着手下小民的汇报。赵总，打伤东哥的那伙人已经查清了，为首的叫秦阳，是个刚毕业半年的大学生。他身边的那些人也查了，都是来自天南地北的，没有什么其他背景，就是年轻人的意气用事。呵呵，毛头小子一个。查清到住址没？查到了，他住在花园小区那片出租房内。行，查到了，就去做事。我家老二虽不争气，但也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动，不然别人会怎么看我赵健？打断他4肢，把人给我带回来，我倒要看看这小崽子长了几个胆子，敢动我的人。是，赵总。凌晨3点，花园小区外突然出现一队车队，在了小区门口。接着10几个人蒙着脸，急匆匆直奔秦阳所住的楼房。秦阳是被一阵剧烈的喊杀声惊醒的，醒来时和其同住一屋的死士手中拿着板凳什么的围在秦阳四周。出什么事了？老板，刚刚有人想要袭击我们，不过被守夜的兄弟察觉了，他们正在处理。果然，赵家兄弟没那么好说话。5哥，是我铁牛，外面处理完了，老板醒了吗？醒了，开门吧。咱们的人没事吧？没事，老板还伤不到我们。你们谁是头？是我。你是谁？叫什么名字？
是不是赵健派你们来的？我叫沈宁，是赵总让我们过来，请你过去的。呵呵，有这么请人的？沈宁不再回话，看向秦阳的目光有些畏惧，他有点后悔亲自带人来了。本想着抓一个普通人，在赵健面前表现一番，谁想到刚进楼层就碰到一群超级能打的壮汉，3下5除2就给他们制服了。既然对方都打上了门，那就没啥好说的了。至于爆钩，秦阳没想过他身上的秘密有点多，而且对方摆明是玩规则之外的东西，秦阳刚好也喜欢这么玩。秦阳带着一众死士开上赵健开来的车，直奔金沙夜总会。电梯门刚一打开，铁牛和悍马便率先走出，一人带着10几个兄弟开路。路上但凡遇到金沙夜总会的人，先放倒再说，赶紧抗拒不了。很快顶楼就安静了下来。事办完了，那小崽子呢？还没等沈宁回话，秦阳便带着一群死士走了下来。悍马取了一张椅子放到赵健对面，秦阳走上前坐了下去。这不听说赵总要找我，我就上杆子屁颠屁颠的过来。赵总找我什么事？现在我就在你面前，你可以说了。赵健看着秦阳装模作势的样子，脸色是又黑又红。他也没想到自己的脸会失手，也没想到秦阳会有这么多人。事到如今，自然是好汉不吃眼前亏。这次我认栽，小兄弟，你有什么条件可以提，咱们都能商量。呵呵，你都要废了我了，咱们还有的商量吗？那小兄弟话各的，我都接了。行，赵总痛快。我听说赵总在大学城有家饭店，那边人流还不错，就拿那家饭店作为我的精神补偿吧。还有，我要50万精神补偿，没问题吧，赵总？不可能，这样我给你200万精神补偿，咱们之间的事就到此为止。呵呵，赵总说笑了，你以为我在和你商量吗？我是在通知你。那你还能杀了我不成？是我杀不了你，但别人能啊。铁牛，过来。老板，您吩咐。来，给我们赵总来个他没见过的表演。秦阳说着，指了指大理石茶几。铁牛秒懂，随即蓄力一拳，砰一声，顿时整个茶几碎了一地。赵健和包厢的其他人都看得目瞪口呆。好，赵总，你既然不想付出代价也行，但你要收拾我，我也要还回去。这样，我这兄弟不怕进去，我也不要你的赔偿，你接他一拳就行，这样就公平了。赵健还处于刚刚的震惊中，听到秦阳的话，脸都绿了。他这身板上去，怕不是要上山。好，我给你，哈哈哈！赵总痛快，当然你也可以继续报复，不过说好，再有下次，可不是一家饭店就能算了的。我这群兄弟就喜欢和你这么大方的人打交道。不过咱话说回来，赵总现在洗白了，就别老是打打杀杀的。你和我们这群泥嘴子不同，我们光脚不怕穿鞋的，您命金贵，犯不着和我们对命。您说是不是这个理？赵健听完没有回话，算是默认了。其实赵健也是真怕秦阳这群人身手又好，正是冲动的年纪，万一真一激动给他弄残弄死了，那真是哭都找不到调。正所谓瓷器不与瓦罐碰，就是这么个理。接着赵健明确表态，上午就会将饭店地契和钱送上门。秦阳这才带人离去。离开前，秦阳又要了刚刚来时的3辆车，大头都给了。对于车，赵健也只能扯了扯嘴角，同意了下来。秦阳离开后，有人劝赵健爆钩说秦阳敲诈，但最终赵健摆了摆手说算了，也让其他人把好嘴。一只凭空出现的苍蝇，竟是一个庞大骗局向他挥出的第一把刀。这一切竟是从他那个位钻高薪，差点被骗进窝底的妹妹开始。秦阳抵达时，就看到3个小姑娘从出站口叽叽喳喳的走出来。哥，你来接我啦！行了，都是大姑娘了，有点女孩子的样。琳琳、青青，快过来，这是我哥秦阳。放暑假了，不在家好好玩玩，复习功课，怎么想着出来打暑假工了？是青青的提议。青青说她在 H 市有个姐姐做服务员，工资很高，1个月8、9千呢，而且包吃包住。我们几个打算赚了钱，买点自己喜欢的东西。服务员8、9千，还包吃包住，我怎么不知道咱们 H 市有这么好的服务员工作？秦阳一听就感觉几个小丫头打工这是不靠谱。妹子，你姐说她在什么地方工作了没 ？H 市我很熟的，一会儿我安排你们吃饭，送你们过去。工作的地点我姐没说，不过她说了，来了我们就联系她，她会给我们安排好一切。那你姐是你什么亲戚啊？是我打王者农药认识的一个姐姐，她人很好的，有时候还送我皮肤呢。听到这，秦阳一阵无语，真是啥都敢信啊！秦阳也不问了，当然，这工作秦阳也不会让几个丫头骗子去，明摆着的骗局，秦阳可不会让几个丫头去试探。来到停车场，跟随秦阳的死士正守在车边，见到秦阳，赶忙跑了过来，就要接几个丫头手里的行李。给他吧，这是我哥们，和我一起来接你们的。很快，秦阳载着几个丫头来到了红冰楼。月月，你哥这是在这帮人卖盒饭啊？是吧？我哥毕业后也没回家，就说在 H 市工作，具体干什么的我也不知道。看样子就是这样。青青，你联系孙姐没？她什么时候来接我们？刚刚我给孙姐定位了，她说一会儿就来接我们。那就好。嘿嘿，1个月8、9千啊，我还没见过那么多钱呢。等赚到钱，我一定要把我想买的东西都买了。就在这时，一辆车停在了红冰楼门前，从车里走下一位浓妆打扮的艳丽女子。见到女子，贾玉清兴奋地站起身，飞快地跑了过去。孙姐，哟，你就是青青吧？真漂亮。
哪有，还是孙姐漂亮。此时秦阳见到这一幕，知道这个女人就是骗3个丫头过来的那个姐姐，于是也走了过来。你好，女士。你是？哦，我是这几个丫头的哥哥，我叫秦阳。你好，你好。是这样的，我听我妹妹说，你那边想找几个人做服务员，薪水还挺高，但据我所知，能开到8、9千以上的服务员，在咱们 H 市可谓是寥寥无几。不知您在哪高就？闻言，孙姐有些支支吾吾起来，不过在秦阳的不断询问下，终于说出了工作地点。那个帝豪会所。这件女人心也是真黑，你可以走了，我妹妹不会去那地方上班的。孙姐见秦阳不好忽悠，只能瞪了眼秦阳，上车。秦月几人此时还是发懵的状态，不知道为何秦阳只听了一个工作地点，态度顺便。当秦阳解释了几句后，几个丫头这才后怕起来。那种地方一旦进去，想要干什么可就依不得自己，尤其还是几个涉世未深的丫头片子，一下子一忽悠，等到家人知道了，一切都晚了。行了，别做你们那8、9千工资的大梦了。要是不嫌弃，就在这跟我卖盒饭当服务员，1天150，包吃包住，干1个月，我送你们回家。啊哥，你说的是真的吗？卖盒饭1天能赚150？咋的？瞧不起卖盒饭啊？你们就说干不干吧，不干我就去给你们买票，赢的送你们回家。干，当然干。可是哥，你说话算数吗？你不是给别人打工吗？算数，不仅是盒饭，这个饭店现在也归我管。啊，这么大的饭店，现在都归哥你管啊？我还以为你就是给饭店卖盒饭的呢。行了，别废话，我带你去职工宿舍。就在秦阳安排妹妹的时候，那个叫孙姐的艳丽女人也返回了帝豪会所。进门后，一个中年男人迎了上来。怎么了？一副气哄哄的样子，你不是去接新人了吗？人呢？哼，气死我了！本来今天就能把人领过来的，谁想到被一个毛头小子给搅黄了。怎么回事？具体说说。随即，孙姐将刚刚发生的事叙述了一遍。行了，又不是什么大事。对呀，你不是说那小子是卖盒饭的吗？晚上我找几个兄弟陪他玩玩，给你出气。我就知道虎哥你对我最好了，晚上我也要去看看那小子吃瘪的模样。好，行，都答应你。时间转眼来到下午4点半，就在盒饭生意达到高峰期时，突然几个头发染得红红绿绿的年轻人端着盒饭过来，不断。见此，秦阳脸色顿时不好看了。刚刚这几个红绿灯买饭时，秦阳就注意到了，没想到现在冒了出来。当即，秦阳就快走几步来到了红绿灯的面前。怎么了，同学？嗨，你们就是这么做买卖的？来，你看看，这饭菜里都有苍蝇，这么埋汰，你们这群奸商！同学，你可要小心说话。我们的盒饭都是经过严格工序制作的，保证干净。你说饭里有苍蝇，这大夏天的到处都是，谁知道是不是你拿个死苍蝇来恶心人呢？你这么说话，小心我告你诽谤啊！红毛听到秦阳的辩解一呆，接着将手中的盒饭举起来。同学们，大家都看看，这苍蝇是不是在饭里？这老板还死鸭子嘴硬，就这种奸商，你们还敢来这里吃饭？秦阳将红毛手中的盒饭拿到手，顺手将其中的苍蝇拿了出来。同学们，别听这几个混混胡言乱语，你们看这苍蝇完完整整的，咱们家师傅做菜总要翻炒吧？这一翻炒，苍蝇怎么可能是完整的？还有，咱家的盒饭油水都特别足，假如苍蝇是做菜时候进去的，身上怎么也会沾些油水。可你们看看，这苍蝇干净的很，这分明是这几个混混栽赃陷害。同学们若是不信，你们可以上前来瞅瞅。接着，有几个爱看热闹的学生上前看了。秦阳做的那么回事，大学生们的正义感还是很强的。接着，所有围观的学生开始谴责起这几个小混混。秦阳让死士将几个红绿灯带到了2楼的一间包厢。进门后，秦阳上去就一人长了一副大光。说说吧，谁派你们来的？几个红绿灯刚开始还想出口成脏找回些面子，死士们可不会惯着他。几人连连求饶，这回能说了吧？是二虎哥让我们来的。二虎哥是谁？附近的老板吗？不是附近的商贩，是帝豪会所的总经理高二虎。听到这个名字，自然就联想到了那个孙姐，对事情的起末也有了判断，无非是这个孙姐和高二虎有一腿。孙姐这边被秦阳拒绝失了面子，找高二虎告了状，然后高二虎用阴招想为孙姐出头。接着，秦阳拿出手机给谢宇打去电话。喂，秦哥。谢哥，别这么客气。那啥，我想问一问帝豪会所高二虎的来路。啊，高二虎，秦哥，你和他又起冲突了？这小子惹事的能力还真不小。不是我和他起冲突，是他来搞我，被我抓到了把柄。哦，秦哥，损失严重吗？要是不严重，就算了吧。什么意思啊？秦哥，高二虎出身城西高家，他家有2兄弟，大的叫高大虎，小的就是他。他们主因城西的一些灰色产业，手下马仔不少，而且为达目的，什么下三滥的手段都用。咱们是做正经生意的，和他们起冲突，吃亏的最后还是咱们自己。盒饭摊前的事，高二虎和孙姐一直坐在车上看完，直到秦阳暂时解决后。这小子倒有点机智，怎么样？这回满意了吧？看着吧，这件事没这么容易结束，说不定过2天这小崽子就滚蛋回家了。他不是解决了吗？哈哈，有道是人言可畏，我管
观察了一下这条美食街，有他家的盒饭不错。这次红毛给他泼了脏水，我想其他商户也会落井下石。到时候一传十，十传百，一个干餐饮的口碑臭了，还干个屁！哦，原来是这样，二虎哥，你可真聪明。晚上，秦阳带人回到出租屋，将死士们聚集在一间屋子。我这有个任务需要一个兄弟去完成，任务虽没什么风险，却要进去，有兄弟自愿去吗？老板，您有事不需要同我们商量，您就是我们唯一效忠的对象，让我们做什么，我们不会犹豫，您直接告诉我们做什么就是了。随即，秦阳随意挑选了一个一级死士留下，说出给对方的任务。凌晨2点，一个汉子走进了帝豪会所的大门，见有人进来，有服务员就迎了上来。先生，我们这里即将打烊了，还请明天早点过来。你们经理高二虎在吗？我找他有点事。您说高经理，这个我也不知道。这样，您稍等，我去问一下。不用了，他办公室在顶层，对吧？我自己去找他。汉子说完，便向着电梯门走去。服务员哪里肯干，立即想上前拦住汉子。别多事，对你有好处。那冰冷的眼神看得服务员一激灵，身体不由自主地退到了一旁。当汉子走进电梯后，服务员才缓过神。有人闹事，去了顶楼，请安保人员前往拦截。电梯门打开，汉子看了眼围在电梯口的20几个安保人员，眼神依然不变。2分钟后，汉子扫了一眼躺在地上的众人，接着向里面走去。外面寻仇的是傻子吧？一个人就敢过来，真当自己是超人了？你也不要掉以轻心，这几年抓得紧，咱们的那些生意不要太过声张。我知道了，最近也没干啥过分的事，谁知道从哪又冒出来个愣头青？就在2人说话时，办公室的大门被打开。你们谁是高二虎？见没人回话，汉子开始向办公桌前走去，吓得高二虎和高大虎赶忙站了起来。这位兄弟，咱们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你是高二虎？不，我是高大虎。兄弟，有事你可以说，咱们用不着动刀动枪的。你要有什么需求，咱们好商量。哦，你是高大虎，呵呵，正好，我不用再去找你了。随即目标明确，汉子不再多言。不多时，办公室内撕心裂肺的。半个小时后，当帽子叔叔到来后，便见到了顶楼惨烈的场面。办公室内，高家兄弟躺在地上，就连叫声都有气无力。帽子叔叔围上了汉子，汉子也不反抗，任由处置，并对自己的作为供认不讳。而就在当晚，各个道上大手子皆收到一封信，信中的内容也很简单：如果不想和高氏兄弟一般，离城西远点，别乱伸手。落款是个情字。经过前2天死士的折腾，帝豪会所现在处于停业整顿状态，其会所的大老板也终于露了面。今晚秦阳来此就是谈合作的。对于谁搞高家兄弟，魏亮也有所耳闻，没想到今天对方会找上门来。魏亮也想看看对方到底是什么意思。高家兄弟是秦先生搞的吧？呵呵，魏总说笑了，我可是正经生意人。不知秦先生今天到此有什么目的？我这不是听说高家兄弟多情不义，被不知道哪个好汉给端了。魏总现在正是缺合作伙伴的时候，刚好兄弟我自认有点能力，想要和魏总自荐一番。哦，那不知道秦先生有什么能力？魏总，明人不说暗话，你觉得搞掉高氏兄弟的那位好汉怎么样？那个人啊，我听说了，确实很厉害，能在几10个打手之间把高家兄弟弄残。我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听说这种猛人，而且对方挺讲义气的，在里面除了认罪，其他的一概不说。呵呵，那魏总，我要说这种兄弟我还有不少，你怎么说？真的。秦阳也不废话，使了个眼色，死士上前对着魏亮的实木办公桌就是猛烈的一拳，一声闷响，吓了魏亮一跳。紧接着，魏亮看向被死士击打的桌面，一道深约4、5厘米的拳印映入其眼帘，将其看得目瞪口呆。摸了摸那道拳印，一脸不可置信：“这是真的？”如你所见。好半晌，魏亮起身，这才调整下心态，但眼中却有着丝丝缕缕的亢奋之色。秦先生，我看到了你们的能力，我很满意，合作可以，而且我还能分给你20%的利润分红，但你需要答应我一个条件。魏总说来听听。我需要秦先生这位兄弟一用。可以具体说说吗？违法的事我们可不干。你们做的还少吗？看看高家兄弟的惨状。是这样的，我的地产公司看中了一个项目，别人也相中了，我们2方的实力差不多，要是不择手段的话，只能两败俱伤，所以我们私下约了一场拳赛，赢家就可以拿到这个项目。什么拳赛？生死擂台那种？那倒不是，不过确实有一点危险性，毕竟拳脚不长眼。人我可以借给你，但我身边的兄弟都是我挚爱亲朋手足兄弟，所以得加钱。呵呵，秦先生真有意思，那你说加多少？100万。不知魏总旗下有多少娱乐产业，类似于帝豪这种？8家，其中帝豪是最大的。秦先生的意思是，我希望这些厂子都能给我的人看着，当然分红比例可以降低。还有，若是这次我兄弟能帮魏总赢下这个项目，还请魏总多多照顾，给点工程干干。哈哈，秦先生还真是不客气。
那魏总的意思是，秦先生提的条件虽多，但也不算过分。行，我答应了。但丑话咱们说在前面，一旦这位兄弟输了，那咱们说的这一切可都不算数。还有，以后各个场子真要交给你们，我不希望高家兄弟这种事再次发生。就是他们做的那些污垢之事，我也不想再听到。这次为了摆平他们留下的烂摊子，可没少费我的心神。没问题，魏总，我可是正经商人。接着，秦阳又马不停蹄地拜访了之前与高家兄弟有着合作的各家娱乐场所。时间转眼过去了5天，傍晚来到蓝鸟拳馆，魏亮亲自在店外等着。看得出来，这次拳赛对魏亮的重要性。下车后，魏亮面带笑容地迎了上来，还亲切地拍了拍死士的肩膀。多谢秦先生帮忙。客气了，魏总，咱们这是互利互惠。魏亮点了点头，然后带2人进入了拳馆。咱们这拳赛，我和周康的明月地产打赌这件事，在圈子内也都传开了。今晚会有不少老板过来，到时候带你认识一下，扩充一下人脉。那就多谢魏总了。魏亮一进来，便有不少人围了上来。对于魏亮亲自介绍的人，自是以礼相待。秦阳也不是傲气的人，人在社会上闯，谁知道哪天会用到谁？秦阳也没因为自己有了系统而看不起别人，对谁都是笑脸相迎。一圈下来，得到了不少人的名片。拳赛是8点举行，还有1个多小时。对于拳赛的输赢，秦阳一点都不担心，双方根本就不是一个次元的生物，根本没有可比性。直到7点50，距离比赛还有10分钟时，从中走出一众人，为首之人长相很俊，一副霸道总裁的样子，其身后跟着几个身穿黑色西装的男子，最后面则是一个身高接近2米、黑的只能看见牙齿的强壮老黑。此人就是周康，刚刚接手了他老子的明月地产，比较年轻气盛。这次的赌局也是他提出来的，看来这家伙也不是无脑之人，应该早就有所准备。魏亮眼睛直勾勾地看着那只大老黑，刚刚比较轻松的神情也变得有些凝重。没事的，不用担心，我会让我兄弟搞定一切。这么自信，这只大老黑一看就不简单。咱们拭目以待。1点钟，拳赛正式开始。终于轮到死士和大老黑登场，所有观众都屏息凝神。这场比斗可关乎一个10几亿的建设项目，哪方赢了，哪方的人员可都能吃到一口肥肉，容不得马虎。魏亮，你是没人了吗？这是搞个农民工上场。魏亮闻言脸一黑，有些幽怨地看了眼秦阳。秦阳也有些尴尬，死士身上穿的衣服在这种场合确实有些格格不入。长得大有个屁用，这是拳赛，靠的是能打。哈哈，希望魏总打完还能这么嘴硬。你可能不知道我这位拳手是谁，不过你可以上网查查今年的 K1 冠军。魏亮听后，身体又紧绷几分。这是个全球性拳赛，里面高手如云，所以其明白 K1 冠军的含金量。此时擂台上，双方选手已经站定，从双方拳手的站位就能看出，周康带来的人非常专业。反观死士，浑身都是破绽。比赛刚开始，大老黑亨特便眼中带有蔑视和愤怒，他又怎么会看不出对面这个男人是真的没有经过系统训练，看架势就是个普通人，长得壮一些，弄个这种人上台，亨特感觉受到了侮辱。他想速战速决，结束这场闹剧，但亨特一记鞭腿踢到死士大腿后，脸上顿时露出震撼之色。这一脚，正常普通人挨上，基本丧失战斗力了，但死士却是面色一点不变。亨特的感觉也是踢到了一块钢板上。死士受了亨特一腿后，也紧逼上前，拳头快点。亨特见此，想挡住对方这一拳，但其还是低估了死士的脸。接连3道响声，台下的众人感觉只是一眨眼间，亨特已经出现在台下，双臂弯曲，明显是断了。整个人此时正脸色煞白的哀嚎，说不出的凄惨。卧槽，发生了什么？我就眨了下眼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而看到那一幕的人，此时看向死士的目光几然不一样，瞳孔中皆是吃惊之色，又有些不敢相信。周康也是如此，他现在嘴里还有一口酒没有吞下去，就是因为刚刚发生的那一幕。妈的，开玩笑吧！亨特260多斤，这农民工一拳不仅将其打飞，还把双臂给震骨折了。尼玛，他是超人吗？魏亮也刚从震惊中缓过神，一副见了鬼的样子。他知道死士很强，但也没想到会强到这种程度，一拳秒杀一位 K1 冠军，电影也不敢这么演啊！当然，人群中最淡定的就是秦阳，对于死士的能力，他一直是深信不疑的。徒手，死士就是无敌的，在绝对的力量面前，一切技巧都是花里胡哨。秦先生，现在千言万语在我心里都汇成了一句话：你这位兄弟牛逼。当主持人宣布死士获胜后，回到了秦阳身边。对方那一脚没事吧？没事的，老板，和挠痒痒差不多嘞。听到这话，秦阳也乐了。这边周康阴沉着脸来到魏亮身前。行，看不出这种高手都能被你找到，这次我认栽了，项目归你了。魏亮见此，也不想和周康关系弄得太僵，毕竟项目都到手了，再奚落人家就不地道了。侥幸，侥幸，周总承让了。说起来，咱们也只是竞争关系，又没什么仇怨。以后要是有合适的机会，咱俩家也多合作。听到魏亮的话，周康脸色这才好看些。
随即有些不甘，又有些羡慕。魏总，那民工你在哪找来的？我看得出那家伙根本没练过，靠的就是天生神力。这要是再练了搏击格斗，就算是世界格斗界也有他一席之地。说来也是巧合，那人是我一个合作伙伴的手下，我也是偶然看到其本事的，就将其拉了过来，没成想能给我这么大的惊喜。手下有这本事，当别人手下真有些屈才了。你看那个年轻小伙就是我的合作伙伴。还有高手，魏总麻烦一下，给我牵个线，我想认识认识。呵呵，什么麻不麻烦的？走，咱们现在就过去。秦兄弟，来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就是明月地产的周总。不知秦总是做哪方面生意的？秦阳还是第一次被人称作老总，还挺乐呵的。虽然他这个总有点水分。周总，我是做餐饮、建筑和安保的。哦，秦总这么年轻，没想到涉猎的这么广泛。那秦总这位手下是你的安保公司教官？在周康眼里，这么厉害的高手，一定是安保公司的重要成员。铁牛确实是安保公司的成员，不过就是一普通员工。周康闻言，眼睛更亮了。秦总，我这有个不情之请，不知该不该讲。周总这么客气干嘛？认识了就是朋友，有事你说，能办的我不会推辞。那个就是我经常来往各地谈生意，身边缺一位高手，不知秦总能不能将这个铁牛兄弟割爱？放心，我绝对不会让秦总和铁牛兄弟吃亏的。这次轮到秦阳眼睛亮了，安保公司确实包括保镖服务，但还搭不上有钱的老板，自然也不会有人请死士去当保镖。现在周康居然主动来请，秦阳心中感叹。行了，周总，我就是做这方面业务的，你请我们的员工，这是照顾我生意，怎么能不行呢？不知道周总需要几个人？我就想请铁牛兄弟一个，他的身手我是十分喜欢的。哦，周总是看中了铁牛的身手。其实周总，我们公司有铁牛这种身手的人很多的，你有很多的选择性啊，很多。秦总吹牛的吧？秦总，来吧，让我看看你手下是否真的有那么多能人。这些就是也没看出啥高手的气质啊。秦总，我试一下可以不？当然可以，不知周总想怎么试，还是说让他们表现一下？在这大打出手，有些不好，还是听秦总的，让他们表现一下。秦阳点了点头，对死士们比划了一个手势，随即几个死士出门，不久就一人搬了一块厚20公分左右、1米见方的大理石板进去。这种方式虽然老套，但确实可以见证一个人的权威。周康挨个大理石板检查了一下，确实是真的，没有一点损坏。2个死士将石板立了起来，接着一个死士猛地对着石板。石板一声而碎，其余死士也动了起来，看着周康和魏亮一愣一愣。牛逼！若不是检查过石板，还真以为是泡沫做的。哈哈，周总，这回信了吧？我们公司的安保都这实力，有了他们的保护，定然不会让你受到伤害。秦总也牛，这些猛人也不知道你从哪里找来的。提起这个，秦阳自然是笑而不语。好在周康也没多问。秦总，我要4个，年薪我给开50万一人，你看怎么样？秦阳心中默默计算了一下，年薪50万，每天接近1400，比当力工强多了，当即同意了下来。周康也不废话，合同都没签，就给秦阳转了260万，200万是薪水，60万则是感谢金。魏亮见此也雇佣了2个，价钱和周康一样，额外多给了100万。看着账面多出460万，终于有了一夜暴富的感觉。开心过后，秦阳打开系统，已经升到了3级，下一级升级经验从1000万直接变成了10亿，看得秦阳倒吸凉气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赚到。3级后的系统每周刷新一个3级死士，每天2个2级死士，10个1级死士，2级死士最高精通级，而3级死士技能最高可达大师级，同时3级死士会随机刷出各领域高精技能。3级系统还开放了1级死士商城，1级死士商城的物品只有5种，并且上面标注了商城新开，优惠折扣1%的字样。这可是打了1%折扣的价格，要是原价，每样商品都价值过亿，尤其是1级基因强化药剂，还有隐形涂装材料，价格直接超过了100亿、1000亿，秦阳直呼买不起。就在秦阳盘算拿下超级化油器图纸之后该怎么做时，时间也缓缓来到凌晨。秦阳不大的屋子又开始刷新死士，这次总计刷出13人。秦阳眼睛一亮，没想到刚决定买下超级化油器，就有了王立国这位大师级机械工程师。技术问题，秦阳完全不用再担心，厂子未来的前景大有可为。3日转眼过去，另一边魏亮也信守承诺，将其旗下的各类娱乐场所的安保工作交给了秦阳。多出的死士皆已经上岗，薪资待遇很不错，又为秦阳扩充了一条财路。最重要的是，魏亮答应秦阳的建筑项目，秦阳现在手下完全可以拉出一支施工队，承包工程才是真正赚钱的。这天，魏亮就给秦阳打来了电话，想谈谈合作项目的事，秦阳自然满心答应。秦阳地产，这就是魏亮公司的名字。老板，跟着魏总还适应吧？魏总挺好的，对我们很照顾。那就好，既然人家雇佣了咱们就用心去做。当然，真有威胁到自己生命的事，保全自己才是最重要的。我知道，老板。很快，秦阳便来到了魏亮的办公室。秦兄弟来了，快坐，喝口茶。魏总客气了，我这边项目已经签合同了，计划2个月之内就要开工。那恭喜魏总了，能拿下这么大一个合同，也多亏秦兄弟你出力，不然周康那家伙可是难缠得很。魏亮接下来的话就步入了正题。是这样的，这个项目是在城东，
市里打算在城东建设一个新的商贸圈，用于促进经济消费。我这边呢，打算将拆迁工作交给你，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？秦阳眼睛一亮，这个活他可太有兴趣了。建筑行业拆迁可是一块肥肉，秦阳也没想到胃量这么大。魏总，啥话也不说了，感谢。客气了，咱们不是合作伙伴吗？这次拆迁的面积总计43万平，对于占地补偿，每平给1000，还会1比1给套商品房，这个价还不是最低价，我这边也给你1000的补偿价，你去和住户谈，压下多少都是你的。不过我就一个要求，不许出现什么群体事件或是不好的负面新闻出来。秦阳听完，感觉魏亮给的肉实在有点太大了。算一下，这边只要能随便压个100-200，那就是几千万，也怪不得这帮人削尖了脑袋进建筑行业，真特奶奶的暴力。当然，压价也不是那么好压的。随即，秦阳自然是同意了下来。秦兄弟，我也不瞒你，商业街规划的地点位于东城，但东城这个地方，你应该听过一个人王定飞。这几天，自从项目被我签下来后，这家伙就一直缠着我，想要将拆迁工作包下来，但我一直没同意，原因是这家伙手段太黑。太贪，他做过的脏事我就不说了，你可以了解一下。所以你若是同意负责拆迁工作，一定会和王定飞对上，你要多加小心。王定飞，秦阳脑子回忆了一下，顿时想起了这个人，就是上次谢宇说的 H 世道上最大的几个社会人之一吗？总可以给我说说这个人的具体背景吗？你说的是官面背景吧？多的我不知道，但我知道这家伙的一个亲戚在东城区府衙当3把手。若论用社会的方法解决问题，秦阳自是谁都不怕，但涉及到官面的问题，那就有点不好办了。毕竟不是什么事都能用暴力解决。你是担忧这个官面人会出手？秦阳点了点头。这样，晚上你在你的饭店摆桌好的，我邀请个人过去，介绍给你认识一下。秦阳也没多说，再次敬了魏亮一杯茶。晚上，红冰楼为了接待魏亮介绍的贵客，秦阳直接停了今晚的营业。不知魏总介绍的是什么人？这个人你在本市新闻应该见过，他姓胡，是咱们 H 市排行第3的父母官。魏总说的是胡副高官。秦阳心头有些惊讶，但想想也是，魏亮的青阳地产能做到这么大，背后又没有强硬点的靠山，鬼都不信，真当市政工程是那么好拿的。秦阳又向魏亮询问了一下其饮食喜好，魏亮也一一作答。然后秦阳让后厨抓紧时间整改，务必让对方吃得满意，也不要感觉秦阳过于羡慕，因为东大国本身就是官本位社会，交好一位官员对秦阳未来的发展极为有利。当然，一身傲骨也可以，不过现实这种人基本上也办不成什么事，社会就是如此现实。不多时，一辆黑色轿车缓缓开到门前，魏亮见此，连忙上前将后门打开，接着从里面走出一位中年男人。胡高官，感谢百忙之中前来赴宴。魏总客气了。胡高官，这位是秦阳秦总，是红冰楼的老板。这次我和市政签的项目，就由秦总全权负责拆迁工作。秦阳这边赶忙上前与胡高官握手，欢迎领导光临，让小店蓬荜生辉。你好，秦总，客气了。随后几人来到红冰楼最大最豪华的包间。秦总，今天你这个店休息吗？怎么上来也没看到什么客人？不是的，领导，今天不是您要过来吗？我特意嘱咐晚上不营业了。胡高官点了点头，脸上露出一抹满意的神色。很快，一道道由宋吴2个大厨做出的佳肴被摆在了桌上。胡高官，您尝尝，秦总家的店虽然声名不显，但很是美味。我这段时间可是经常来。胡高官点了点头，伸出筷子，本想浅尝几口，但没想到这菜一入口就十分契合其口味，让其眼睛一亮，随后就停不下来。大约过了10来分钟，胡高官这才抽出张餐巾纸擦了擦嘴。见笑了，二位，我这个人一碰到美食就控制不住，呵呵。秦总，你家这厨师真心不错。领导满意就好，您喜欢吃，随时给我打电话，我给您安排。魏总、秦总，今天你们找我的目的应该是为了王博吧？是的，胡高官，你也知道，王博那个侄子在东城区有个小霸王的称号，但凡是工程，这家伙都想掺一脚。这几天那小子天天缠着我，非要我把拆迁工作包给他，但我和秦总早就签订了合作的事。秦总的意思是，王定飞他可以搞定，但王博那边还请胡高官帮帮忙。行，事情我知道了，这是今年市里的重点项目。王定飞这个人我也听说过。风评十分不好，这个项目你们就好好做，不要畏首畏尾，有什么事和我及时沟通。王博那边若是伸手，我会处理。太感谢胡高官了。之后，胡高官又与2人浅聊了几句，这才离开。临走时撂了秦阳的电话，表达以后会经常光顾红冰楼。回家后，秦阳拿出魏亮提供的图纸，开始研究起来。第二天一早，秦阳便带着这2天积攒的20多个死士前往了苍台村。
因为市政工程保密工作做得不错，苍台村的村民们还并不知道，这也为秦阳的打探提供了便利。秦阳了解了一下此地的房价，因为是城中村，又不是繁华的市区内，大概都在800到1000美元之间，当然还可以讲价。秦阳了解中却发现，这2天苍台村的房屋买卖疯涨，很明显，这是有人提前得知了消息，正在大量囤房，用于获得拆迁补偿。能够提前得知拆迁消息的，绝对是来头不小的人。其实，就连魏亮在签署项目合同前，也不知晓具体内容。想到这，说曹操道：“一辆辆车子突然停在了秦阳前面，接着从车里下来一个满脸横肉的凶恶男子，后面几辆车也陆续下来，不少人跟在了男子身后。凶恶男子下车后，走到秦阳面前：“城西的秦阳踩过界了，知道吗？”王定飞，你的消息倒是挺灵通，不过你说踩过界了，怎么听不懂？什么时候东城区变成私人地盘了？小逼崽子，你敢和我这么说话？别以为弄了高家兄弟你就牛逼了，我知道你是来干嘛的。识趣的，把合同交出来，不然在东城这个地界，一块砖头你都动不了。呵呵，怎么东城区没解放啊？是什么给你的底气，敢这么说话的？我还真想看看你拿什么让我动不了一砖一瓦。见秦阳态度如此强硬，王定飞眯了眯眼，随后大手一挥，其身后的马仔便快步上前，看样子就想动手。